大家好，歡迎回到愛生的頻道。昨天，中國國防部發布了一則短短幾百字的公告，對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以及軍委委員、聯合參謀部的參謀長劉振立實施立案審查。很多人可能還沒有反應過來，這個新聞意味着什麼？因為這個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自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以來，甚至你可以說是建軍以來最劇烈、最徹底的一次指揮層的大清洗。張又俠是誰？他是習總過去10年治軍最倚仗的世交，是紅二代裡面的鐵帽子王。劉振立是誰？是全軍最年輕的實戰派上將，是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對台作戰大佬。在2027大限將至，台海風高浪急的時候，把這一老一少、一帥一將同時拿下，這幾乎違背了所有的軍事常識，除非是軍隊內部的兵變已經到了不換新賬就立刻要暴斃的地步。華爾街日報剛剛發布的獨家內幕，在周六早晨這樣一場只有最高級別將領參加的閉門會議上，軍方通報了一個讓所有與會者都脊背發涼的罪名，是洩露核武器的核心機密。中國軍隊的第一副統帥被指控向美國洩露了中國核武器計劃的最核心數據。根據情報分析研判，洩露的不僅僅是核武器的部署圖，我們已經在網上看到過類似的信息，而是彈頭辨識的特徵，也就是如何在大氣層外把真的核彈頭從幾百個假的诱餌彈頭裡面分辨出來的核心物理參數。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中國花了幾萬億建立起來的戰略核威懾，在美軍的雷達眼裡，從此以後可能就已經變成了是透明的玻璃。這個《華爾街日報》的最新報道徹底改寫了整件事情的走向。張又俠核洩密案的事件，它的破壞力不在於說有多少軍中大佬會落馬，而在於說它在物理層面上有可能徹底擊穿了維持中美30年和平的基石，互相確保摧毀的核威懾。而現在的情況在於，美國人他們已經拿到了破解中國核導彈的作弊碼。那如果不能夠趕在美軍升級他們的反導系統之前就搶先動手的話，中國有可能會徹底失去解決台灣問題的能力。要理解本次軍中地震的烈度，我們首先要把目標聚焦在張又俠這個人身上。各位要知道，張又俠不僅僅只是軍中的另外一個將領而已，他參加過1979年的中越戰爭，又打過1984年的老三戰役。他是當今中國軍隊高層當中極少數真正聞過硝煙味、見過前線死人、在炮火當中指揮過戰鬥的戰將。在軍隊這個崇拜強者的系統裡面，這樣一種威望是行政級別根本就壓不倒的。而且長期以來，解放軍內部有一個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就是刑不上紅二代。在解放軍的這個權力版圖當中，張又俠不僅僅只是一個上將，他就是那個紅二代護身符的象徵。他的父親張宗勳是開國上將，與習仲勳在西北野戰軍的時候是搭檔。這樣一種父輩在戰火當中結下來的通家之好，在中共政治文化裡面就已經等同於是丹書鐵券、免死金牌。而更何況張又俠還是習總在軍隊當中唯一的發小，是他在軍中最可信賴的自己人，是習總過去10年治軍最倚仗的政治盟友。所以稱呼張又俠是鐵帽子王，這個不是隨便來的。比如說在2023年國防部長李尚福落馬的時候，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裝備發展部，而張又俠又正是李尚福的老領導，前任的部長。當時外界全部都在猜測火會不會燒到了張又俠身上，但結果呢，習總把他保下來了。
那如果只是涉及到普通的貪腐，我覺得大家都看得很多了，這個真的沒啥。但是向美國出賣核機密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華爾街的日報這個罪名，當然到現在大家頭腦裡面還有很多的問號，比如說張幼俠他的動機到底是什麼？美國人不可能給他幾十個億，也不可能幫他升官發財，是因為他的這個子女親屬被策反了嗎？還是他因為之前牽涉到其他的貪腐案有什麼把柄被美國人拿捏了？到目前為止我們不得而知但是艾森會密切保持關注，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打開小鈴鐺。有人會說艾森這個華爾街日報魏玲玲的這個報道應該信不過吧，這可能只是一次非常普通的貪腐調查，但是這些美國人可能是故意放出煙霧彈。那這個事情我們暫時不做評論，但是本次軍中清洗的烈度到底有多大？華爾街日報透露了一個細節，習近平是專門成立了一個特遣隊去查張幼俠2007年到2012年期間在瀋陽軍區的老底，但是這幫來自於北京的钦差大臣到了瀋陽之後，他們竟然不敢住進軍區的招待所，而是包下了當地的地方酒店。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害怕在那個張幼俠經營了多年的地盤裡面，專案組他們甚至會擔心自身的安全，他們會擔心半夜有軍隊譁變，連钦差大臣派去查案的這些人都如此戰戰兢兢。我們可以想見，這樣一場博弈已經到了刺刀見紅的地步。所以在沒有最新的消息傳出來之前，我們先假設華爾街日報的這個新聞這個信息是真實的。基於核泄密這第一個假設，我們來做進一步的分析跟研判。首先我們要理解這樣一場核泄密危機的嚴重性。在這個地方我們要給大家上一堂物理課，但是不要擔心，我們不會講非常複雜的公式，只講一個核心的概念，就是欺騙。洲際彈道導彈的這個導彈防禦其實本質是一場發生在太空當中的魔術秀。比如說一枚東風41導彈，它飛出大氣層進入茫茫太空的時候，它不僅僅只是會釋放出一枚核彈頭，它會同時釋放出10個甚至更多的誘餌彈頭。在真空的環境裡面沒有空氣的阻力，所以一根羽毛跟一個鐵球下落的速度是一樣的。那這也就意味着那些用輕薄的金屬化塑料做的，可能重量只有半公斤的誘餌彈頭，跟那個重達500公斤以上足以毀滅紐約整座城市的核彈頭，他們在真空裡面的這個飛行軌跡、飛行速度，在美國人的雷達屏幕上看起來其實是一模一樣的。這個就是反導系統最大的噩夢，學名叫做目標辨識。美國人的雷達他們可以看到10個目標飛過來，但是他們不知道到底哪一個是真的，所以如果要攔截的話，就必須要把10個目標全部打下來。那這樣的話會瞬間耗盡攔截彈的庫存，這個就是中國核威懾的底氣。那既然你分不清楚我這個彈頭的真假，那你也就難不住我。但是張幼俠的核武器泄密案改變了一切。情報社區的猜測，本次泄露的核心，它不是彈道導彈部署在什麼地方這些信息我們在網上其實都能夠一搜都能夠找到一大堆，而是關於重返大氣層的載具，也就是 RV 最核心的物理參數。那這其中最要命的是一個被稱之為彈道係數跟微動特徵的數據組合。我們知道，即便是在真空裡面，其實真彈頭跟假誘餌也是有區別的。真彈頭它為了保證幾十分鐘以後重新進入大氣層的時候不會像石頭一樣胡亂的翻滾，而且被燒毀，所以它必須要在太空當中進行極其微小的這個姿態的調整，所以它上面會裝有一些微型的姿態控制的發動機。那這樣一種發動機在工作的時候會噴出極其微小的氣體，而且有着特定的紅外光譜等等特徵。如果我是說如果張幼俠他泄密的情報真的是包含了中國最新一代彈頭這樣一種姿態調整的底層邏輯的代碼，跟噴口也就是發動機噴口的紅外指紋的話，您知道這件事情意味着什麼嗎？這件事情意味着
美軍的天基紅外衛星，他們現在不需要等導彈再進入大氣層減速，它在太空當中就能夠在幾千個冰冷的誘餌的背景當中，能夠直接看到那個正在調整呼吸的真的核彈頭。更可怕的是這個微動特徵，真彈頭因為是實心的嘛，它質量很重，死沉的，而誘餌彈是空心的，所以它是輕飄飄的。它們在太空當中自旋的時候，它搖擺的這個頻率，就好像大家玩這個陀螺，這個陀螺快要停下來的時候，這樣一種晃動的姿態是完全不同的。有消息稱，洩露的這個數據裡面包含了中國主力核彈頭的非常精確的進動頻率跟張動角。以前的話，美軍的雷達看這些彈頭的目標是一團模糊的概率的雲，但是現在有了被洩露的這些機密的參數作為濾鏡之後，美國人的雷達再看中國發射的這些彈頭的目標，就好像是在高清顯微鏡下看細菌一樣清晰。到底哪個是真彈頭，哪個是假彈頭，從此以後就一目了然了。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說，這些都只是技術上的細枝末節，無關緊要，沒有那麼嚴重，你太誇張了吧？那艾森來算一筆賬，假設中國要對於美國發動一波次的核反擊，發射了50枚的洲際導彈，每一枚導彈它攜帶一個真彈頭跟9個誘餌彈頭，總共有500個目標向美國境內飛去。那在沒有泄密之前，美國人他們是分不清楚哪個是真彈頭，哪個是假彈頭，所以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必須要攔截所有500個目標。如果我們按照 90% 的這個攔截的成功率來計算的話，攔截一個目標通常需要發射2枚的攔截彈，那麼美國人至少需要發射1000枚攔截彈才比較放心。大家知道美國人現在的 GMD 的反導系統有多少枚攔截彈嗎？他們只有44枚，即便加上還在生產的 SM3 也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在這個階段，中國的核威懾是真實有效的，因為美國人他們根本防不住。但是在張又俠泄密之後，情況發生了質的逆轉。美軍他們現在能夠精準的識別出那50個真彈頭，可以直接忽略掉剩下的450個誘餌彈頭，所以他們只需要攔截這50個目標就可以了。同樣是1對2的攔截比，美國人現在只需要100枚攔截彈，那這個數字現在就完全可以在美軍現有的庫存能力跟生產能力的範圍之內了，甚至搞不好還能有富餘。那這個事情意味着什麼？美國人對於中國核彈的攔截效率從概率性躍升到了確定性，而對於中南海的決策者，尤其是那些信奉底線思維的決策者來說，這也就意味着過去30年耗費了無數人心血，耗資數萬億人民幣建立起來的對於美國的戰略核威懾，在一夜之間就從殺手鐧變成了是一堆昂貴的廢鐵。中國對於美國的相互確保摧毀的這個核威懾的能力，在理論上就已經歸零了。說實話，我在屏幕上看到這個結論的時候，直到現在依然不敢相信這個事情有可能是事實。但如果張又俠真的如《華爾街日報》報道的那樣，向美國洩露中國核武器計劃的核心技術數據的話，那就真的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畢竟他是中國軍隊當中除了習老大之外的第2把手。如果他真的是要叛逃，真的是要泄密的話，還有什麼樣的數據，還有什麼樣的情況不可能發生呢？我們這裡所以就有了第2個假設，中國對於美國的核威懾基本上很快就會失效了。那艾森，你說的很快到底有多快呢？諾貝爾獎得主托馬斯·謝林有一個非常經典的理論，叫做互恐其先。那現在的北京其實就陷入了一種極度危險的心理狀態，有一個詞兒叫做機會窗口。既然美軍掌握了張又俠泄密的核武器的數據，
那要把它轉換成為實戰的能力，其實是需要時間的。比如說，雷達的這個固件需要升級，攔截彈的導彈需要重寫，新的目標特徵庫需要上傳。情報顯示啊，美軍預計在2026年年底以前才能夠完成本次全套完美盾牌的系統整合。所以大家聽懂了嗎？從現在2026年的1月份到2026年年底，中間大概有11個月的時間差。這個就是我們的第3個假設。在這11個月裡面，美軍雖然知道怎麼樣去攔截，但是並沒有準備好。而這個對於北京來說，就是存在的最後的時間窗口期。如果現在動手，利用現有的高超音速導彈，比如說東風17或者東風27，利用他們的數量優勢強行突防，還能有一線勝算。可是，一旦過完2026年，當美軍的盾牌徹底成型之後，中國可能就真的再也沒有能力用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了。這個就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use it or lose it， 要麼你現在馬上用，要麼你永遠沒有機會用。在心理學上，這個叫做前景理論當中的損失域決策。當一個人面臨巨大的、非常確定的損失的時候，他往往會變得極度冒險。那現在的北京，他面臨的就是威懾力歸零這個確定性的損失，而為了避免這個損失，有極大的概率會選擇一場豪賭，哪怕戰爭的風險很高，也比坐以待斃強。這個聽起來非常的瘋狂，對不對？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1967年，當時以色列也是覺得阿拉伯國家他們的包圍圈正在收緊，所以如果不先發制人的話，這個國家就會被阿拉伯世界滅亡。所以他們發動了6日戰爭，突襲埃及空軍。那今天的北京，這樣一種被圍堵、被看透、正在慢性死亡的心理的焦慮，與當時的以色列的決策層其實是高度相似的。那說了半天都是艾森的推測，那現在讓我們嘗試從另外一面看看能不能從美國這邊找一找什麼蛛絲馬跡。過去2個月，美國官方密集發布了3份報告，分別是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跟中國軍力報告。我們把3份報告疊在一塊兒一起看，都會發現一個讓人汗毛倒立的邏輯閉環。在報告當中刪除了關於保衛全球民主的傳統措辭，標誌着美國的戰略從自由主義的霸權向現實主義的大國競爭做徹底的轉型，而且非常明確地將保衛家園跟威懾中國作為首要任務。官方的文件在非常顯眼的位置用括號標注了5個中文的漢字：國家總體戰。美國人在分析了解放軍內部文件以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軍隊已經做好了舉國動員的準備。正是基於這個判斷，美國在2026國防戰略當中史無前例的把保衛美國本土列為第一優先級。我在之前的視頻當中曾經反反复复分析過好多回，美國人如何不惜一切代價構建美洲堡壘，如何建設黃金穹頂反導系統，如何要對格陵蘭跟加拿大動了歪心思。以前我們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而現在有了張又俠核洩密這個事情衍生出來的3個假設之後，是不是所有的這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按道理來說，中美爭霸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就算美國人在台海問題上他失去了台灣，暫時也未必面臨着一個非常緊迫的本土遭受大規模攻擊的急迫性。那之前一直沒有想明白的是，為什麼美國人會如此緊迫的建設這個美洲堡壘，在各個方面從各個層次在做非常認真的戰爭準備。如果把張又俠核洩密這件事情作為前提的話，是不是對於整個局勢的理解又更加深入了一層？
本頻道的老觀眾都知道，我在分析正義使命台海演習的時候，曾經提過演習的戰術細節，表明解放軍對台的作戰計劃已經演進為蟒蛇戰略。那這個與東部戰區司令員由空軍將領擔任的這個人事變動形成了完美的邏輯閉環。而且我也提到過一個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冷啟動。習總現在想要的攻台，絕對不是當年這樣一種現在港口集結幾個月，全世界的衛星都能夠看到你，都知道你準備要開打了。他要的這個冷啟動，就是在不進行大規模社會動員，不驚動美軍預警系統的情況底下，依托戰區現有的兵力，突然就發起攻擊。所以這個核心邏輯就是利用網絡、太空跟高超音速的武器，在開戰之後的24小時之內，就徹底癱瘓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感知網絡，然後在敵人反應過來之前，就完成閃擊戰奪島。而要執行這樣一種高風險的冷啟動的行動，必須要換掉那個還停留在機械化戰爭時代的陳舊的思維模式。本次軍隊高層的清洗，是不是與這樣一個備戰的思路有關係呢？劉振立他在第65、第38集團軍幹了一輩子，他的骨子裡面是非常典型的大陸軍主義。在他的概念裡面，打仗就是重兵集結，就是萬船齊發，就是炮火洗地，然後一步一步穩紮穩打。但是情報顯示，這樣一種非常傳統的打法，給了美日同盟太多的反應時間，而且這樣一套非常老舊的指揮體系，在美軍的分布式殺傷鏈的面前極其脆弱。一旦通訊被干擾之後，部隊非常容易像無头蒼蠅一樣陷入混亂，然後被各個擊破。據透露，在解放軍內部的發生在2025年年底的幾次關鍵兵棋推演當中，聯合參謀部他們提交的報告總是強調後勤準備不足，總是強調跨海投送非常困難，總是強調需要更長的動員跟戰爭準備的時間。簡單來說，劉振立是基於他過去的專業經驗，在告訴習總主席這麼打不行會輸的。那這個事兒說好聽一點，叫做是提供非常專業的軍事的建議，而說難聽一點，在最高統帥眼裡，這個就是在找借口，就是貫徹執行不到位，就是政治不忠誠。在習總看來，你不是仗能不能打的問題，是你們這幫老家伙思想僵化，是你們有和平疾病，是你們貪圖享樂，是你們畏戰。所以清洗劉振立不僅僅只是換一個人，而是為了清洗整個總參謀部的陸軍思維跟聖戰的情緒。習總是要把指揮棒從這幫老成持重的越戰一代手裡搶過來，交到誰手裡呢？交給那些更年輕、更聽話、更懂高科技、更加敢於冒險的少壯派手裡。而戰略的意圖最終要落實到戰術行動上，如果說前面的分析還在理論的層面，那麼越來越多的證據已經表明事態正在惡化。像類似正義使命這種演習是非常大的陣仗，但是我不想談很多明面上的東西，我想帶給大家看一些比較隱蔽的，但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些細節。第一個細節是關於船的，確切來說是渤海輪渡集團，這是一家經營大連到煙台航線的民用公司，但是在1月份的時候，衛星圖像發現他們旗下的幾艘巨型的滾裝船，比如說渤海轉珠號、渤海馬珠號，他們突然偏離了商業航線，停靠到了軍事管制的港口。情報顯示，這些船有可能在進行改裝，工人們正在連夜焊接加強型的跳板。為什麼要加強跳板？因為民用汽車只有1-2噸重，而主戰坦克重達50多噸。加強這個跳板就是為了讓重型的裝甲部隊能夠直接開上船，這個就是國防交通法啟動的鐵證。那這些幾萬噸級的巨輪，一艘船就能夠裝載一個合成營的裝備。當他們開始停止商業運營、集結待命的時候，也就意味着戰爭的後勤齒輪已經開始轉動了。而且這樣一種動員一旦開始，巨大的經濟成本跟政治的慣性讓它很難停下來。第二個就是1月16號《紐約時報》發布的一個報道顯示，
中國已經在亞洲關鍵海域，主要是面向台海周邊，尤其是對日本的方向，動員了數千艘的漁船，他們構建了一道綿延大概200英里的龐大海上的屏障。而通過分析這些衛星圖像跟航運的數據，可以揭示這些船只是屬於中國的海上民兵力量，他們並非從事普通的捕撈作業，而是執行高度協同的準軍事任務。這個報道當中顯示了這些船如何受命集結，並且整齊撤退到一條被稱之為斬殺線的戰略分界線以西，形成了非常密集的物理封鎖腔。那紐約時報的分析說，這個行動是中國灰色地帶戰術的一個重大升級。而第三個細節是關於血管的。國務院在年初發了一個極不起眼，但是細思極恐的決定，就是大幅降低特定醫療產品的進口關稅，特別是人造血管。各位用常識想一下，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國家要急於降低人造血管的關稅呢？那當然有可能是醫改惠民，但是放在這個時代背景底下，如果考慮是現代高烈度戰爭的話，這些爆炸傷彈片傷最致命的後果就是會導致大動脈破裂，所以對於戰場急救來說，人造血管是保命的戰略物質，它就好像是子彈像止血帶一樣重要。如果結合國家藥監局最近對於醫療器械標準的緊急修訂，那所有的這一切似乎在指向一個比較殘酷的方向，就是國家層面可能正在為出現大規模傷亡事件做物資儲備。那說的直白一點，這個是在計算一旦開戰需要多少士兵或者是平民他們有可能需要做血管置換這種手術，並且為這種事情提前囤貨。那如果真的戰爭打響，會發生什麼呢？我們不得不提美軍在委內瑞拉他們使用的高功率的微波武器，只要一道強力的射频脈冲，就有可能會燒毀導致內部脆弱的芯片跟電路。那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解放軍的導彈發射車分散在深山老林裡面，如果他們的系統被美軍微波武器燒壞的話，這樣一種軟殺傷帶來的恐懼可能會是毀滅性的。因為對於中國的這個軍隊指揮官來說一旦他們發現通訊中斷了，或者是發射車失靈的時候，他們會怎麼想？他們會假設美軍已經開始了第一波的打擊，所以這會導致一個極其危險的後果，就是核常糾纏。而且講到這個地方，我還想到另外一點，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就是以前大家覺得美國是不敢對於北京實施斬首行動的。大家之所以會相信這一點，是基於中美有對等的核威懾這個前提。那如果這個前提不復存在之後，您覺得，或者您是習總，你現在會怎麼辦？那會不會覺得我們在開頭推演的這個情況更加逼真，更加緊迫了呢？說實話，《華爾街日報》的這個報道讀完之後讓人手心出汗，我到現在依然還是不敢相信這個會是真的。我寧願相信《華爾街日報》他們搞錯了，我寧願相信是我自己想多了，我是真心期盼世界和平。但世界局勢的這個轉折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張又俠軍中這麼重量級的一個人物，他如果真的是要向美國泄密的話，那這件事情的嚴重程度不管怎麼樣評估都不為過。而本次泄密案撕開的這個口子有可能會造成很嚴重的後果。我們或許沒有辦法改變歷史的走向，但至少我們可以通過艾森的視頻來盡早看清這個風暴會是一個什麼樣子，早做準備。那如果您覺得這個視頻讓您對於當前的局勢有了不一樣的理解，請點讚分享，也歡迎大家訂閱艾森的頻道，加入我們的會員，我會繼續幫大家追蹤後續的最新進展。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